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高考不帮堂弟作弊，婶婶甩了我几巴掌，还威胁我不准上大学。周围的亲戚赶紧来劝架，说这里可能有误会。误会？有什么误会？但凡这小贱人给我儿子抄答案，小峰会连专科都上不了吗？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句高考作弊是犯法的，婶婶直接炸了，还说这本来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，我这个当事人不说出去，谁能知道？这事儿都已经这样了，那你们想要怎么样？我妈气不过的开口，我让这小贱人跪在我们小峰面前磕头道歉，接下来的志愿你们不准填，我们上不了大学，你们也不行，还必须赔偿我家损失。原本我家小峰是能上特控线的，毕业后能当企业高管，年薪100万，现在这一切都被你们毁了，你们必须赔偿精神损失费。我妈先我一步拒绝这无理的要求了，气得婶婶抬手就想打我妈，所幸被我爸拦了下来。周中远，你给我放手，今天你要是敢再动一下，信不信我让你一家子都去讨饭？别忘了，你一家子的工作是谁给你们找的？叔叔这个时候就像是幕后黑手似的发话了。我委屈的反问，我凭什么要给周峰作弊？到时候要是被抓的话，我的前途就毁了。就凭你们一家子都是靠我们活的，要不是我老公帮你们一家子找了工作，你们都得去讨饭，你还想有什么前途？我呸！没我们帮忙，你就去当三陪女了。看我愤怒的样子，婶婶更加来劲儿了，当着全部亲戚的面污蔑我在学校卖骚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儿子在学校里看到的，男生厕所的蹲坑门上都是他卖骚的 QQ 号，这小丫头在学校里不知道卖了多少次，现在居然还在这里给老娘装纯洁。信不信我现在就把这事儿捅到你们学校去？就算你考了700多分又怎么样？我看还有没有学校要你。没想到这一家子这么没底线，居然污蔑我的清白。我想跟他们争论，不过爸爸把我保护在了身后，警告婶婶要是再敢乱说就对他不客气了。被我说中了就恼羞成怒了。周中远，我让你看看你女儿到底是什么德性的贱人。婶婶在口袋里掏出了一叠照片，直接丢到了我爸的脸上。照片里，我跟不少男生做出无比亲昵的动作，甚至有几张还是我全裸的和几个男生躺在床上的照片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这就是你宝贝女儿？我呸，就是笑鸡。他们学校里谁不知道？我声嘶力竭地大吼着，这些照片是被人 P 上去的，我压根没有做过这些事情。可我知道我的名声坏了，不少人看向我的眼神也变得古怪了起来。你个小畜生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偏偏这个时候，一直住在偏房的奶奶走了出来，抬手就想打我。她责怪我让她的脸都丢光了，还让我跪在地上给所有亲戚磕头道歉。我气愤地质问她，不是我做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奶奶连想都没想，理所当然地跟我说照片就是证据，还说叔叔一家这么大的老板，难道还会冤枉我不成？人心隔肚皮，当老板的人里难道就没有会说谎、人品差的了？要不是有人拦着，恐怕奶奶都要冲上来揍我了。有钱，人品就好，不像你爹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是一个小员工，这种废物，人品就是差。奶奶还指着我的鼻子，骂我就是遗传了我爸，是个废物，要不然的话，怎么会做出那种丢人的事情？我爸反驳了几句，直接就被我奶奶用拐杖狠狠地敲打了几下身体。他还质问我爸不孝顺，要造反。奶奶来劲儿了，
睁眼说瞎话的污蔑我们一家子对他照顾的不好，还说我爸没有我叔叔孝顺，甚至奶奶更是气得指着我爸的鼻子，说什么早知道我爸会生出我这么一个小贱人的话，当初就应该直接把我爸丢河里淹死，也省得他生出我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种了。奶奶非常偏心小儿子，我爸妈每个月给他2000块钱，还照顾着他的吃喝拉撒，他各种挑三拣四数落我爸，而他小儿子1年就来看他一次，就买个一串香蕉，反倒是天天记得小儿子的好。你小儿子这么好，那你怎么不去你小儿子家里住？干嘛死赖在这里不走？我一时气不过的对了出去。奶奶显然没想到一向乖巧的我居然敢对她说这种话，愣了一愣之后，她顿时恼羞成怒，还让我婶婶一家子拽住我，她要打死我这个不孝的小贱人。堂弟一听这话就来劲儿了，趁着我爸妈被拦着，他冲到我面前就给了我一脚，同时一把扣住了我的身体，将我死死地按在了地上。奶奶这个时候走了过来，拿起拐杖就狠狠地朝着我的身上敲打了下来，有几下甚至都打在了我的脑袋上，让我一阵眩晕。一边打我，他还一边辱骂我不孝顺，还说什么他生了我爸，我爸就必须养着他，要不然的话我爸是要遭雷劈的，还说就算他打死我和我爸，我们都得受着，这是我们应当做的。要不是周围的那些亲戚赶紧冲上来拉开奶奶，我感觉今天我真的会被打死。死丫头，还不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今天不给我磕满10个，这事儿休想了。堂弟一看有奶奶撑腰，他也来劲儿了，他指着我的鼻子，让我也给他下跪道歉，还说要把道歉的视频拍下来发到班级群里，让所有人都看看我这贱人的狗样子。见我反抗，他更是扬言我如果不跪的话，他就要把那些照片散布到网上去，这些照片就是老子 P 的。可那又怎么样？网友都是蠢的，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被冤枉的，他们只要有乐子看就可以了。到时候我让你走到马路上都被人指指点点，让你这辈子都别想做人。堂弟压低了声音，嚣张无比的在我耳边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我那咬牙切齿的样子更是惹得他一阵发笑。小贱人，这就是你不给我抄答案的下场。你现在很愤怒吧？你能拿我怎样？老子就喜欢看你这种想弄死我却无能为力的孬种模样。尖锐的笑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我的防线。堂弟这个时候甚至都拿来了一张椅子，将脚跨在上面，说他自己好心，如果我不愿意跪下磕头，就让我学狗叫3声，然后从他裤裆下钻过去也行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，我们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你们怎么能……我爸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堂弟顿时来了火气，一脚踹在了我爸的肚子上，将我爸踹翻在了地上。欺负你们怎么了？我家有钱就是牛，欺负你们了，你们也得受着。一家人，我呸！别给我提这个词，恶心！你们这一家子穷鬼都拉低了我们家的档次，仗着家里人的宠爱，堂弟完全无法无天，更是没有一点尊卑的观念。更让我愤怒的是，奶奶见状之后，非但没有责怪堂弟，反而笑着摸了摸堂弟的脑袋，夸赞堂弟做得好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中原可是你的儿子。我和我妈赶紧扶起我爸，我妈更是气得脸色涨红的质问。奶奶讨好的走到叔叔面前，还冷笑地说，没有我爸这种废物儿子。好了，不要再废话了，中国是大老板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。臭丫头，赶紧过来道歉，并且签下保证书，以后不准去读大学，这事儿就完了。至于精神损失费，就不用给钱了。
你们就给中国一家子免费打工10年，就当还债。这事儿我说了算，就这么定了。奶奶一副定海神针似的，直接拍板。见我不肯照做，奶奶又要故技重施，让我堂弟把我打趴下，逼着我跪下的同时逼着我签字。这是法治社会，你们这么做，你们就不怕犯法坐牢吗？我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大喊着，可惜我的话语只能带来他们无尽的嘲讽。我那堂弟更是嘲弄的走到了我的面前，压低了声音戏谑地告诉我，这里都是他们的亲戚，就他们一家子在亲戚里的威望，估计就算弄死了我们，家族里都没有一个人敢报警的。法治社会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吗？我气恼地将头撇到一边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边我放着一个监控摄像头。堂弟以为我认怂了，更是冷嘲热讽了起来。周围那些亲戚见状，也都一个个叹息，尤其是一些势利眼的亲戚，他们也算看清楚了眼前这个局面了，跟着劝说，让我认个怂算了。小慧啊，算了算了，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，跟你叔叔一家子作对没有什么好处。就是啊，现在这个社会是看钱的，没钱你就是个屁。就算你考上了清华北大，到头来还不是给人家有钱人打工吗？你还是个社会底层。哎，年轻人心气太高了，是会吃亏的。你现在是一时痛快了，可你有没有想过会害了你爸妈没工作啊？傻丫头，都这个年代了，你还真以为靠着你那一点成绩能实现阶级跃迁啊？你努力的目标也就是你堂弟的起点而已。亲戚的话如同针扎一样，甚至不少人这个时候也都见风使舵了，转过头来指责我，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就应该相亲相爱才对，还说我破坏家族团结，我成绩这么好，就应该帮助我堂弟作弊。这么一来的话，堂弟一家子脸上也有光，即便那些还算中立的亲戚，也都彻底闭上了嘴巴。我愤怒地看着这一切，奶奶讨好着叔叔一家子，周围那些亲戚也颠倒黑白地帮着叔叔一家子说话，而我和我爸妈就像是犯了死罪一样。我爸妈跟这些亲戚们据理力争，反过来还要被这些亲戚指责没大局观，说什么小孩子不懂事也就算了，你们这2个当家长的也这么不知道深浅。甚至不少亲戚都已经表示，接下来就要跟我们一家子断了来往。这一刻，我感觉所有人都要把我们一家子往死里推。我有什么错？不给别人作弊，难道叫错？我凭什么给他抄答案？我是他妈吗？他是我儿子吗？还有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的喊着给他抄一点，有什么关系？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作弊被抓，我会是个什么下场？我这一番话，婶婶和叔叔他们还没有发怒呢，那些个势利眼亲戚们却纷纷对着我破口大骂，什么没教养，什么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光是口水都能把我给淹了。奶奶最为愤怒，抄起拐杖就想要揍我。你个畜生，给我跪下道歉！你怎么能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？这一棍子砸在我脑袋上，恐怕都得头破血流。只是这些人那恶毒的嘴脸，让我彻底看清了现实。不是要断亲吗？我一把拽住了奶奶砸下来的拐杖，用力一拽，拐杖直接被我抢走，而奶奶也顺势跌在了地上。我直接把拐杖丢到了她的面前。奶奶，你骂的可真好，我是小畜生，那你是什么？老畜生。那你们这群亲戚又算什么？一群畜生。我决定不再忍受，我的反抗让奶奶气得脸色铁青，说我是个白眼狼，这些年都白养活我了，甚至还说什么要把我从这个家里赶出去。
周围的亲戚也立马都开始起哄，尤其是我那婶婶和堂弟，跳得更欢。既然我已经不准备忍了，这些蠢货哪里还能用道德来绑架我？我温和地笑着走到奶奶面前，奶奶，既然你说叔叔如何如何好，而我们一家子对你多么的差，你又不想跟我住在一起，要把我赶出去，不如这样子吧，你搬出去吧，接下来就让叔叔一家子赡养你。至于我爸这边，赡养费也是会给的。奶奶先是愣神了片刻，等反应过来之后，拍着地板哭喊着说我这个孙女不孝顺，要赶她走。我没有搭理她，而是看向了叔叔。叔叔，刚才你们一家子不是表现得很孝顺吗？怎么？难道现在你们要当着我们所有亲戚的面，不想承担赡养的义务？你可不要忘记了，你也是奶奶的儿子，你这么大的一个老板，不会连我爸这个穷人都不如吧？叔叔一家子自然是不愿意的。我之前就听过他们把奶奶当累赘，还背地里笑话我爸是个傻子，主动承担赡养的义务。只不过他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一时间自然也不好直接拒绝。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，你爸都还没有开口呢。叔叔面色不善地冷哼了一声。我爸在我眼里一直都挺愚孝的，不过今天的事情似乎是让他失望透顶，也彻底大彻大悟了。老二，当年我们签下过协议的，我们每人轮流照顾咱妈10年。既然妈认为住在我这边不舒服，你就带回去吧。我爸的态度震惊了我叔叔和奶奶。我奶奶立马开始撒泼，说什么都不愿意去叔叔家里，还说什么叔叔家是做大生意的，他过去就是拖累叔叔一家子。看着我爸又开始心软，我立马反问了奶奶一句：难道叔叔也认为奶奶是拖累？这么说，叔叔也太不孝顺了吧？最终，叔叔碍于情面，同时两兄弟也的确是签下过字据的，只能答应让奶奶过去住。叔叔当年签下字，据说是各自照顾10年，不过我爸太善良了，都快照顾了20多年了，给你占个便宜，接下来由你照顾奶奶20年吧。不是我不孝，而是我不愚孝。不过光是这么一点反击，怎么能让我痛快？而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微微震动了一下，是我班主任发给我的消息，这让我心中的底气更强了。我笑着走到了我堂弟的面前，在堂弟和婶婶他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抬手就是一个巴掌甩了下去。婶婶打我有多疼，我就加倍还给他这蠢货儿子。眼看着堂弟要来揍我，我转身冲进了厨房。你要干什么？小慧，你个贱人，你别乱来啊！堂弟是跟着冲了进来的，不过当看到我直接抄起了砧板上的菜刀之后，这个欺软怕硬的蠢货终于是怂了。他想逃，可惜我的动作更快，我反手一刀子直接劈在了他的后脑勺上，四周惊起了一阵尖叫声，更是有人吓得脸色惨白，大喊着说我杀人了。堂弟倒在了地上，双腿还在抽搐着，不过很快大家都反应了过来，刚才我压根没有杀了堂弟，而是拿刀柄砸了他后脑勺一下。堂弟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这就把你吓倒了。我的嘲讽让堂弟和他那蠢货母亲感到相当的愤怒。堂弟大骂着想要从地上爬起来，结果我的刀子朝着他的脖子上一放，刚才还骂骂咧咧的他立马怂了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到底要闹哪样？你再胡闹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婶婶的话让我感到好笑，刚才他们轮番欺负我的时候，完全把法律踩在脚底下，到现在这个时候了，居然想起这个世界上还有法律。我懒得搭理他，
而是反问堂弟那些照片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堂弟迟疑了一下，不过最终还是嘴硬地说，就是我不要脸跟人上床时候被人拍的。堂弟，既然你这么不怕死，那姐姐我帮帮你，下辈子好好读书，就不用让人帮你作弊了。这一次，我拿着刀刃对准了堂弟的脸，狠狠朝着他的脸上劈了下去。不要，救命啊！我说，这些照片都是我找人用 AI 合成的。对不起，我是混蛋，我不是人。但是看在我们都是亲戚的份上，饶我这一次吧。你放心，这些作假的照片还没有传播出去。堂弟为了活命，用出了这辈子最快的语速，大喊大叫了起来。我满意的拿着刀面拍打了一下堂弟的脸颊，放开了堂弟。堂弟屁滚尿流的跑回到了婶婶身边，颤抖着身子，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妈也赶紧把我拉了回去，抱怨我太乱来了。如果堂弟当时没有认怂，难道我真的要杀了他吗？我笑了，堂弟这家伙向来怂，加上我刚才还用刀背吓唬过他，我吃准了这一次他一定会认怂的说出事实。这就是你们嘴里的乖孩子，刚才你们不都指责我吗？现在你们又怎么说？只可惜我的指责对婶婶来说一点用都没有。她回过味来之后，反倒是愤怒地对着我破口大骂：周中远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女儿？她就是个杀人犯。今天我儿子要是吓出个好歹来的话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知不知道他已经发犯法了？那咬牙切齿的样子，似乎恨不得吃了我。然而在他们错愕的注视之下，我拿起了手机。犯法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我倒是想问问警察，是我犯法呢，还是你们让我高考作弊犯法？你们这一家子来我家里闹事犯法？或者说我也想问问，你儿子这样子造我黄谣算不算犯法？这事儿就算了。叔叔这个时候终于还是开口了，他很清楚这事儿对他们不利，你也不要不依不饶了。小峰就算被抓了，最多也就被拘留个10天，难道还能坐牢不成？我没想到这老登居然还懂法，我笑着告诉他，那我就告他儿子诽谤罪，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且情节严重，能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这情节严重吗？就比如让受害人精神失常，甚至自杀。我突然大喊大叫了起来，宛若疯子一样指控堂弟的行为让我抑郁了。就算他现在说出事实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一个侧身，让自己暴露在一角的监控下面，拿起刀子就做出要割腕的动作。我爸及时出面，将刀子给抢走了。叔叔气不打一处来，还说我在这里表演有什么用？我只是哭着朝着角落里的一个监控指了指，叔叔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下来。他很清楚，今天监控里的内容曝光的话，会对他造成不小的影响。就算3年又如何？只要我这公司不倒闭，我儿子还是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。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，并且告诉叔叔，我这么做不是针对堂弟，而是想要借助堂弟去影响他们一家子3代人。而且叔叔，你真的觉得今天这事儿要是曝光了，真的会对你的公司没有一点影响吗？叔叔下意识地想要辩驳，不过我却先他一步，将手机上发来的高考成绩拿了出来。那又怎么样？就算你考得再好又如何？我有各种手段毁了你。事到如今，这老登还是这么一副死鸭子嘴硬的架势。看来你是真的对这个分数没有什么概念。我告诉你，不出意外，这个分数意味着我是今年咱们省的省状元了。我的一举一动都是舆论。说句你能听明白的，
至少在现阶段我自带流量。叔叔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了起来。如果我这个时候把一切真相都抛出去，你觉得这一波流量你能不能接得住？到时候我把你公司名字一丢，跟你合作的人会不会考虑你这种人的人品呢？寻常时候我的确不是他的对手，可现在这个阶段我无敌，威胁省状元，让省状元给他们高考作弊，还造省状元的黄谣，更主要的是还跑到省状元家里对省状元一家进行霸凌。我露出甜甜的微笑，告诉我这叔叔他完了。现场的死寂代表着这些人怂了，刚才还帮着叔叔说话的那些墙头草们纷纷对着我说各种好话。眼前这一幕将墙倒众人推演绎得活灵活现，我直接无视了这些人的嘴脸，走到了叔叔的面前。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我们班主任发来的信息。我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，胜利的号角终于吹响了。小慧，你真的要做得这么绝吗？你不要忘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跟我们闹僵对你没有好处的。叔叔伸手用力地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这蠢货居然还在威胁我。奶奶更是撒泼地警告我，让我息事宁人。如果我说不呢？叔叔对我的表现显然非常不满意，他快步走到了监控面前，取出储存卡后，直接将监控砸碎，威胁老子，你还嫩着。看着叔叔做这种无用功，我是很开心的，并且告诉叔叔，我充了 VIP， 所有内容同步上云的，砸了机器熬断了卡，也没有一点用处。果然人上了年纪了，对这些电子产品就会有诸多的不了解。堂弟这个时候突然一声国骂，冲过来后一把将我推倒，同时我的手机也被他抢了过去。快按住这贱人，等手机解锁了，我把监控 App 上的内容全部清空了，他拿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这如同黑夜之中的光明。叔叔和婶婶两人冲过来就要来按住我。爸妈虽然想要过来帮忙，但是亲戚里有叛徒，这些混蛋将我爸妈死死地拦了下来。这些混蛋还口口声声地说是为了我家好，还说什么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。最终监控的内容全部从云端被删除，堂弟更是狂笑着将手机砸在了地上，手机碎裂一地。贱人，你在嚣张啊！你这种底层垃圾一辈子都别想爬起来，想要阶级跃迁，我呸！堂弟完全是挟私报复，见到我被叔叔和婶婶拽着无法反抗，他抬脚就朝着我的腹部狠狠地踹了过来。都给我住手！关键时刻，我的后手终于是来了。众人下意识地朝着声音的来源看了过去，当见到来人的场面后，一个个都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不少人更是赶紧捂住了脸颊，生怕被人看出自己的身份。刚才班主任发来信息，说是我们市的记者要来采访我，这其实是我们市的老惯例了，每年都会对考试优异之人进行采访报道。尤其我还是省状元，学校和我所在的市就更加关注我了。近来我家门的一群人当中，有好几个记者，也有不少的校领导，甚至我都看到了教育局的领导跟着一起过来。堂弟看着这架势，双腿打颤，一屁股摔在了地上。至于叔叔和婶婶两人也面如死灰，我甚至清楚地听到叔叔嘴里喊了一声完蛋了。叔叔，这应该算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了吧？丢下这句话后，我立马挣开了两人的束缚，嘴里大喊着老师救命，就冲向了老师他们。
记者等一群人也是震惊于眼前的场面，他们历来的采访都没有眼前这一幕来的劲爆。记者的敏锐嗅觉告诉他们，这是一波大流量。他们赶紧上前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声泪俱下的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胡说，他胡说！记者同志，还有各位领导，你们千万不要听这丫头胡说啊！她这是在冤枉我们，这是诽谤！婶婶立马冲了过来，准备颠倒黑白。她把这一切责任全部都推到了我的身上，还说是我不孝顺奶奶，甚至要把奶奶从家里赶出去。所以他们这才过来劝说我的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好好跟她讲道理的，可谁知道这丫头疯了，拿起菜刀就想要砍我们，所以我们这才动手制服她的。婶婶指了指掉在地上的菜刀，至于说什么高考作弊之类的，全部说成是我撒谎了。她不是说我们让她作弊，甚至还造她黄谣吗？那她有证据吗？她没有证据，可我们这里全部都是我的人证。你们说我刚才有没有说谎？这些唯利是图的亲戚，事到如今都是一群睁眼瞎，纷纷帮着婶婶说话，给婶婶当证人，甚至不少人还反过来指责我，说我是个没良心的小畜生，还说我这种人就算分数考得高有什么用，没有一点道德，以后就算成才了也会是社会的蛀虫。他们更是向记者呼吁，将我的事情彻底曝光，让所有学校都不要录取我。这些混蛋是想要彻底毁了我啊！我爸妈他们赶紧替我解释，可偏偏这个时候奶奶站了出来，她就像是个天生的演员，声泪俱下的控告我的不孝，那添油加醋的样子，我要不是当事人的话，恐怕都能被他说的怒火中烧。婶婶他们似乎是绝对胜券在握了，偷偷地对我投来了胜利者的眼神。堂弟更是在我身边压低了声音，冷笑着告诉我，说我死定了，这一次就让我彻底身败名裂。只不过他们这些人嚣张了片刻，也等待了片刻，却始终不见记者和老师们有什么举动。要不是此刻这些记者和老师领导们都露出愤怒的表情，他们或许都要怀疑刚才自己是不是没有说清楚情况了。各位，周小慧就是社会垃圾，这种人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报道出去，让全社会都引以为戒啊！堂弟痛心疾首地走到校领导面前，似乎是想要露个脸，你们赶紧把这些事情拍摄下来啊！最前面那个记者似乎是被他吵得有些烦了，不耐烦地说了一句：“放心，这是现场直播。”堂弟顿时乐了，甚至都有些得意忘形地转身看着我：“周小慧，你死定了！全国人民都看到你是怎么样一个混蛋了。”我父母心中大为着急，此刻还在不断地解释着。然而众口铄金，他们的解释能有什么作用吗？尤其是奶奶这个时候发话了，她愤怒地看着我爸：“周小慧是我的亲孙女，我能诬陷她吗？我都是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太婆了，不是万不得已，我有必要污蔑我的孙女，让她这辈子都毁了吗？”我爸他们还想说什么，不过却被我拦了下来。爸，你放心吧，就等着看戏好了。或许是我事到如今还这么淡定，让婶婶等人有些把不准了。终于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校长忍不住发话了：“是啊，我也很好奇啊，你们都是一家人，为什么要这么狠心的针对一个才高中毕业的小姑娘？老人家，原来你也知道她是您的亲孙女啊，可你为何这么偏心，帮着你小儿子一家这么针对你的大儿子？你大儿子可一直都在赡养着你啊！”奶奶和婶婶他们终于是觉察到事情的不对劲了，他们还想要狡辩，
不过我是懒得听他们废话了，别狡辩了，在全国面前丢人。告诉你们吧，在你们砸我手机之前，我已经把监控内容发给我班主任了。这件事情闹得很大，甚至来说是顶格处理。婶婶如愿了，她终于不用再担心堂弟毕业之后找工作的事情了，因为他去吃国家饭，法院判决下来，霸凌、闹事儿、胁迫他人高考作弊，甚至还造黄谣，并且在社会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最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婶婶和叔叔两人虽然性质恶劣，但是还没有到坐牢的份，只是被拘留了15天而已。只不过他们的报应却是社会带给他们的。叔叔的公司被正义的网友曝光了出来，他的那些合伙商直接和他解除了合同，叔叔的公司直接倒闭。我甚至听说我们本地人都找上了叔叔家，有人半夜里都给他们家泼粪，认为他们一家子给我们是抹黑了。但凡走到路上，叔叔一家子都会被人指指点点，甚至偏激一点的都会直接对着他们丢垃圾。最终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夜晚，他们连夜搬离了，至于去了哪里，无人知晓。至于那些帮衬着叔叔一家子颠倒黑白的那些亲戚们，最终多多少少遭到了社会给予他们的报应。有些人丢了工作，有些人天天被人戳脊梁骨，还有些人被网友爆出了劲爆的黑料。至于我奶奶，我只能说她终于如愿以偿地过上了和叔叔一家子生活的好日子了。最终，我要告诫那些被欺负或者正在被欺负的人，善良是我们的天性，但不是我们被人欺负的理由。对付那些欺负你的人，只要抓到一丝机会，就往死了整他们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